中国正在为高超音速导弹研制隐身的发射平台，这个黑科技太厉害了。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先少。近日，据央视报道，解放军火箭部队的一名研究人员告诉记者，人工智能技术将会被用来使导弹的发射装置更具战术性和隐身能力。中国正在为其东风系列公路移动的导弹开发新型的发射平台，从而使这些导弹可以躲避卫星、雷达和无人机的探测。根据中央电视台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现代化系列节目的最新一章，我国的工程技术人员正在为未来战争开发一款新一代导弹的发射平台。导弹发射器的伪装和设计是战场隐蔽战术的关键部分。东风17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种高超音速的滑翔飞行器武器，它能够穿透美军的导弹防御体系。目前呢，中国的团队正在为该型导弹设计一种伪装运输平台。考虑到中国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那么在开战之初，如何保护部队和武器装备就成了重中之重。而目前正在研制的这种新型发射平台，可以躲避卫星以及雷达和无人机的红外探测装置的探测，将解放军的导弹系统变成了变色龙状的物体，并将它们隐藏在任何的地形之中。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如果开发出了这种隐身的导弹发射器，它意味着什么呢？它说明我们国家在红外隐身、可见光隐身、雷达隐身等领域都获得了重大突破。这项技术的突破还意味着中国可以将其推广到其他的平台上，从而让更多的作战装备在面对现代侦察手段时变得隐身。现代战争获胜的关键就是制信息权，只要解放军的各种关键性的武器系统让对手找不到，那么也就意味着我军的对手只有处于挨打的地位，这将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定战场的胜负。那么采取什么样的技术手段能够让我们的地面装备也像隐身战机那样不容易被对手发现呢？其实隐真示假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让导弹发射车的外形变得跟普通的民用卡车差不多，那么通过外形的改动就有可能达到隐真示假的目的。当然除此之外呢，伪装网以及关键的隐身涂料也要做到位。其实呢，我们国家很早就开发出了具备雷达隐身、红外隐身和光学隐身的涂料，在外形的配合下，再加上多频谱的隐身手段，那么我们的发射平台以及各种各样的机动车辆就很难被对手发现。这在未来战争中可以说意义非常重大。比如说，确保我们的战略导弹部队的2次核反击能力，那么我们就有条件不需要列装太多的战略导弹，就可以获得对美国的充足核报复能力。也就是说，我国使用同等数量的核武器就能够拥有更高的生存能力，也就意味着我们只需要有限数量的装备就能够达到战略目的，其军事经济效益是非常高的。增加我军导弹部队的生存能力还有一个好处，它可以提升我们的火力打击的突然性。美国人反制中国航母杀手的一项措施，就是用其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等手段对我军的导弹发射阵地实施先发制人的攻击。那么如果我们的发射平台都广泛地使用了各种各样不同的隐身能力，就会让美军失去反击的可能。由于他们无法探测中国导弹部队的部署和机动能力，也就意味着我军的导弹能够在美军意想不到的位置进行发射，从而进一步提升我军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的突防概率。总体而言，在中美军事科技竞争的领域，
陆基中程弹道导弹是中国最大的优势所在。那么未来随着隐身导弹发射平台的列装，那么这种优势将会进一步扩大。美军胆敢干涉台海事务，就会被单方面的吊打，想想都会让美国人后脊梁发凉。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